小女孩莲南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，因为爸爸早逝，她和妈妈还有妈妈的男友一起生活，但这个男友有虐待的倾向，导致莲南的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。这样的经历让只有7岁的莲南，比起同龄的孩子显得更加成熟，所以不管面对什么，她总是笑对生活。可是笑容背后隐藏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苦涩。新来的老师奈绪注意到了特别的莲南。这一天，学校养的鸭子死了，奈绪让学生们写信给天上的鸭子告别。大家都在努力忍住悲伤写信，但只有莲南迟迟不愿动笔，因为小小的他深知，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所谓的天国。放学时，奈绪突然收到了莲南送来的一顶帽子，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让奈绪感到困惑。但当他整理头发时，意外发现自己后脑勺上那块不显眼的斑痣，这才明白莲南送帽子的深意。同时，他对这个细心的女孩产生了深厚的兴趣。另一边，莲南刚回到家，正巧看到他心爱的书被妈妈丢到外面，尽管心里万分不舍，他还是强颜欢笑向妈妈道了别。但当他回头看到门外的那双皮鞋时，他的表情顿时变得非常难看。他努力不去惊动房间里的那个男人。莲南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但他不小心踏在了地上的塑料袋上，这声响惊扰了正沉迷游戏的男人。可怜的莲南又一次遭到了男人的毒打，他跑到了外面，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带着仓鼠去街上逛逛。这时，正好出来吃饭的奈绪看到了他一个人在油桶旁玩耍，心里虽然充满疑问，但他并没有深思，转而走进了一家餐馆。门口的铃铛响起咔嚓声，这声音吸引了莲南。他悄悄地走到餐馆门口，向奈绪老师打了个招呼。原来莲南也常来这家餐馆，他妈妈每天都会给他500日元，让他自己解决晚餐。但在这里，1枚硬币只够买1杯饮料，这让正在长身体的莲南营养严重不足。对于只有7岁的他来说，他还搞不清楚食物和饮料的区别。面对絮絮叨叨的莲南，奈绪眉头紧皱，显得有些厌烦，因为他本来就不太喜欢小孩。奈绪原本是鸟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但研究所关闭后，他被派到了附近的小学任教。这本是莲南的开心手册，他会在里面记录下他喜欢的所有东西。他喜欢旋转的椅子和曲折的斜坡，还有踩雪石的声音和夜空中的云朵。每当他遇到不开心的事时，他就会翻看手册，用里面的事物来安慰自己。莲南还向奈绪透露了一个小秘密。看着絮絮叨叨的小女孩，奈绪并没有打断她，但她不经意间注意到莲南的手臂上有许多不明的伤痕，这让奈绪感到非常困惑。这么小的她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心生同情的奈绪提出要送莲南回家，但莲南却笑着拒绝了他。然而莲南一回到家就看到他的玩具被扔出来装进了箱子，而门口还放着那双让他害怕的男士皮鞋。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奈绪注意到莲南的座位上空着，他一打听才知道莲南在厕所晕倒了。奈绪急忙跑到医务室了解情况，原来是莲南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晕倒，他的身高体重都严重低于正常水平，他的身上和背上还有许多淤青和伤痕。奈绪怀疑他正在遭受家庭内的虐待。当奈绪问他是否喜欢妈妈时，莲南却非常认真地回答，所有的孩子都会偏爱自己的父母，即便他们正在遭受父母的虐待，或许对父母的爱是最为无私的。然而第二天上课，奈绪又发现莲南没来。回到办公室，他听到三浦老师正在向校方反映关于莲南被虐待的问题。三浦老师建议一起去莲南家看看具体情况，但当他们抵达时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，碰巧遇到刚刚回家的母女俩。那时奈绪注意到莲南的左眼被纱布包住了。经过三浦老师的询问，莲南解释说是被球打到的。三浦老师依然不放心，他继续追问莲南身上其他的伤痕，但莲南妈妈的回答是莲南经常摔倒，所以伤痕比较多。听到这，莲南急忙走上前帮妈妈解围。莲南心里清楚，如果老师继续追问，他又将难逃一顿暴打。当他走到奈绪面前时，他似乎已经认命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这次家访，他们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莲南遭受家暴的直接证据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奈绪突然看到一个男人在窗户上偷偷观察这一切，这让奈绪的疑惑更加深重。他立刻和三浦前往儿童保护机构，报告莲南可能正在遭受虐待的情况。他们希望机构能立即开始调查，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，这件事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。那天，莲南饿得难以忍受，起床后打开冰箱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。到几点？他只好拿起调味料来充饥。走进客厅，却意外地发现桌上有零食。正努力撕开零食包装的时候，却被刚洗完澡出来的男人看到了。那男人把他塞进一个垃圾袋里，从白天一直关到晚上，直到妈妈下班回来。在垃圾袋里待了一整天的莲南，竟还在替那男人找借口。他的母亲一定知道是男友又在虐待他，但他并不关心女儿是否安全，也不问她有没有吃饭，反而走过去安慰她的男友。对待女儿，他依旧是随便给了1枚硬币打发。莲南只好带着他的小仓鼠到街上去找乐子，因为他知道不能打扰妈妈和男友。但这次他又被下班路上的奈绪遇到。虽然奈绪平时不太喜欢小孩，他却异常的把莲南带回了家，还为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莲南赞不绝口，说这饭菜和妈妈做的一样好吃。突如其来的问题让莲南有些手足无措，他只好编出一个爱他的妈妈的故事。小孩撒谎时，表情总是会出卖他们。奈绪没有忍心揭穿他的谎言。晚餐后，奈绪给莲南讲了一个关于后疒迁徙的故事，这是莲南第一次有人给他讲故事，他格外珍视这个机会，全神贯注的听。他好奇候鸟迁徙的壮观景象，奈绪计划一大早就带他去看候鸟。莲南也特别期待能看到候鸟迁徙。
只是心里那份恐惧让他犹豫不前。正在他整理衣物准备离开时，却不小心把开心手册落在了奈绪家。正是这本手册，后来竟然救了他一命。第二天，奈绪接到了学校领导的通知，鸟类研究所要他回去了。放学后，连南找到了奈绪，两人约好一起去看候鸟迁徙。但即将离开的奈绪不敢和他做出任何承诺。看着连南失落的离开，奈绪最后还是忍不住叮嘱他，如果有事一定要去找三浦老师。然而连南却没有回头，就这样走了。当他回到家，却发现自己的宠物箱被遗弃在门外，里面的小仓鼠已经不见了。妈妈试图安慰他说仓鼠去了天国。连南心知肚明，哪有什么天国，不过是像学校的鸭子一样被埋了。但他还是尝试着安慰自己，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已经去世了，他喜欢的书和玩具被妈妈扔了。连南的生活似乎也失去了色彩。他来到图书馆，翻阅了大量的书，看到一份札幌市的报纸，他陷入了沉思。他回家后就一直盯着那份报纸，直到门开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他赶紧把报纸揉成一团，塞进口袋里。回来的正是那个他最害怕的男人。男人对他露出一个邪恶的笑，然后拿出一条新买的裙子让他穿上。接着那男人又给他涂上了口红。这一幕正好被刚回家的妈妈看到了。连南看到妈妈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，但妈妈却抓起手里的塑料袋，疯狂地把他打倒在地。奈绪无意中看到了连南掉落的开心手册，里面记录了连南从小到大的所有小事。他喜欢旋转的椅子、弯曲的斜坡、冰淇淋苏打、小仓鼠吃瓜子、雨后的空气、自行车的后座等等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在连南看来却是那么的幸福。他决定在离开前要去见连南一面，并把这本开心手册还给他。当他到达连南家门口时，却被一个透着光的垃圾袋吸引了注意。但醒来后，他首先不是想吃东西，而是说他想去札幌。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揉成团的报纸，上面详细记录了札幌市儿童收容所的信息。他不确定7岁的孩子是否还能被接收，不知道104厘米的身高是否还被收留。虚弱的连南说完这些后，无力地闭上了双眼，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女孩，奈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她究竟遭受了多少的痛苦，连去收容所都变成了她唯一的希望。奈绪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情绪，眼泪立刻夺眶而出。为了实现对连南的承诺，他带连南去看他一直想看的候鸟迁徙。望着候鸟们成群结队的飞向温暖的地方，连南也忍不住跑向他们飞翔的方向。看着渴望像候鸟一样迁徙的连南，奈绪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力量。这股力量驱使他去做一件疯狂的事，一件主流价值观无法接受的事。奈绪心里非常清楚，拐卖儿童的罪名真的很严重，但他实在不能就这么看着连南回到那个可怕的家里去。为了尽快带走连南，奈绪立刻辞了工作，还低价卖掉了自己名下的财产，并订好了车票。与此同时，连南像平时一样准备收拾东西去上学，但这次他把家里的钥匙留在了桌上。他妈妈还是像往常一样化着妆，对之前抛弃连南的事丝毫不觉得抱歉。连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，他一个人来到了海边，张开双臂像只候鸟，愉快地和捕鱼的大叔打招呼。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真的能像一只候鸟那样自由飞翔。等到大叔抬头解开毛绳的时候，连南已经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一只飘在海里的手套，还有那本记录着悲惨命运的开心手册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奈绪设计的计谋，只有让大家都以为连南已经不在了，他才能真正的开始新生活。两人一路逃到了火车站，准备去东京。这时火车站的电视正在播连南落水的新闻，这让30多岁还未婚的奈绪开始犹豫。他本来不喜欢小孩，从没想过有天会成为母亲，何况这个女儿还是他诱拐来的。但妈妈这个称呼让他从迟疑中清醒。奈绪不再犹豫了，带着连南一起上了去东京的火车。一旦火车开动，诱拐罪名就成立了。但这一刻奈绪也没有后悔。为了给连南一个新的生活，奈绪给他取了个新名字纪美。这个名字的发音跟迁徙的候鸟相似，也象征着连南未来能像候鸟一样自由。从此世上再没有那个命运多舛的盗墓连南，只有未来幸福的纪美，而她就是纪美的妈妈。母女俩一路逃到了东京。奈绪打算用手里的积蓄租个小公寓，在那儿安安稳稳找份工作，抚养纪美长大。就在他们满心期待新生活的时候，突然意外悄悄降临了。因为上个洗手间的小疏忽，奈绪放在门口的行李突然不见了，里面装的是所有衣物、用品、钱包还有证件。奈绪吓了一跳，急忙到处找，最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被丢弃的行李。可惜所有的积蓄都被小偷洗劫了，幸好他藏在隔层的一些日元没被找到，但那点钱连买2杯饮料都勉强，这让母女俩该怎么过日子呢？懂事的纪美只能抱抱妈妈安慰她，旁边的纪美表情立刻紧张起来，她担心这来之不易的母爱又会消失。突然奈绪想起了一个地方叫桃之家，那是一家儿童福利院，他小的时候就住在那儿。于是他用仅剩的1000日元带纪美坐上了去桃之家的大巴。在车上，纪美终于了解了奈绪那段充满喜怒哀乐的过去。奈绪5岁被妈妈抛弃后，辗转到了桃之家，并在那里待了2年。在那儿他遇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感恩的人，桃之家的创始人桃子婆婆。桃子婆婆总是嘱咐他们要多吃饭，但年幼的奈绪曾误会，以为她是要把孩子们养肥了再卖掉。看着一脸惊恐的纪美，奈绪笑着说只是开个玩笑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奈绪也不确定桃之家还在不在了。没地方去的，他们只好去试试运气。可一到那儿，发现桃之家不再喧闹，只见一位瘦弱的老人在秋千上昏昏欲睡。原来桃子婆婆的丈夫去世后，她也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
没了经济来源的陶之家也难以为继。看着曾经健康的老人现在瘦弱不堪，奈绪决定暂时住在这里，这样既能照顾失智的桃子婆婆，也给季美一个家。季美也很喜欢桃子婆婆，他们俩像朋友一样，有说不完的话。晚饭后，季美看到了电视上的报道，是关于她失踪的新闻。她的妈妈因为找不到她，正在祈求她平安回家。就在这时，奈绪关掉了电视，她温柔地问季美是不是想妈妈了。奈绪拦住了季美，她被孩子的懂事和情感所感动，同时为她悲惨的经历感到心痛。她在心里默默发誓，无论将来多么困难，也绝不会放弃季美。但好景不长，一个警察的来访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。原来桃之家的土地使用权快到期了，几天后市政局将会来收回这座房子，而桃子婆婆也将被安置到养老院。为了避免市局的人认出季美，奈绪赶忙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但季美舍不得桃子婆婆，坚持要把她一起带走。奈绪不理解为什么季美坚持要留下，她总感觉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一层薄雾。这些天来的点点滴滴，既有冲动的勇敢，也有迷茫的忧虑。她为了救出莲南，已经放弃了一切，为何还是无法拉近与季美的距离？正当此时，一段母子对话让她恍然大悟。她突然记起季美还没吃晚饭。当她回到家，看到桌上空空的碗筷，以及忙乱中的桃子婆婆在收拾屋子。虽然桃子婆婆已经糊涂，但她仍保持着做饭的习惯。奈绪向桃子婆婆吐露了心中的迷惘。被抛弃的孩子内心极其敏感，这才让奈绪明白，季美和她自己一样，怕再次被遗弃。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的桃子婆婆也给了奈绪启示：一个真正的母亲是无法替代的，那是内心深处的情感，刻在心里的对孩子的爱。其实从那一刻开始，诱拐季美，她已经成了一名母亲，但怎么当的好妈妈呢？她决定从季美的鞋码开始关注，于是给季美买了双红色的鞋子，在金黄油菜花田里显得格外耀眼。理想很美好，但现实更加严酷。正当两人满怀希望回到桃之家，却看到外面停了一排警车。奈绪意识到养老院的人来接桃子婆婆了，于是母女俩悄悄从侧门溜进去，藏进衣柜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响动惊醒了桃子婆婆，她知道是奈绪带着孩子回来了，于是故意趴在地上胡言乱语。那个曾发誓不当妈妈的小女孩，如今终于成了一个合格的妈妈。看着桃子婆婆被带走，奈绪心如刀割，却无力挽回。桃子婆婆离开后，季美悲痛欲绝，连睡觉时都在泪眼汪汪。而桃之家也即将被市政局收回，她必须尽快带着季美搬出去。如果继续带着季美四处躲藏，她就无法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，也不能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。于是她鼓起勇气回到东京，打算向养母借点钱过渡一下。作为公司总裁的养母性格强势，但对奈绪却是无微不至的宠爱，从小就把奈绪当亲生女儿看待。即使后来有了2个亲生女儿，对奈绪的爱依旧没有任何减少。2个女儿都还不知道奈绪是养女，经常因为妈妈偏爱奈绪而心生嫉妒。而这份无私的母爱，让奈绪既感激又自卑，因此她不太愿意和养母家太亲近，以至于10年都没回过家。得知奈绪这次来的目的，养母非常高兴。借了钱后，奈绪没有留下来，因为季美在图书馆等她。有了养母的资助，奈绪可以先解决住宿和吃饭的问题，然后再找份稳定的工作。可她现在35岁，年纪稍大，还是学了个冷门的鸟类研究专业，找不到公司愿意聘用她，所以她不得不降低求职标准。只要能确保季美有个稳定生活，不管是洗碗还是做清洁，她都愿意。奈绪去工作的时候，季美就在图书馆看书学习，乖乖的等妈妈下班来接她。但近来有个叫粗心婆婆的老太太出现在季美周围，她总是谦逊的弯着腰，侧头问好。粗心婆婆不仅陪季美画画，还送了她一支粉色水彩笔。每次奈绪去上班，粗心婆婆就会及时出现，留在季美身边陪伴她，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但今天图书馆却没开门，奈绪让季美先回宾馆等她下班。但今天工作特别多，奈绪得晚些才能下班。独自在宾馆的季美突然发烧了，劳累了一整天的奈绪回到宾馆，却发现季美不在了，她立刻感到非常焦急。这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留言，她马上赶到留言中提到的理发店，在那里她见到了季美口中的粗心婆婆。原来季美发烧后，在水彩笔上找到了粗心婆婆的电话，为了不打扰奈绪工作，她打电话求助粗心婆婆。粗心婆婆把她接走并照顾她。看到正在熟睡的季美，奈绪终于放心了。但季美突然高烧，作为妈妈的她没能及时赶到，这让奈绪感到非常自责。粗心婆婆看出奈绪情绪低落，安慰她说季美不是爱抱怨的孩子，但奈绪还是觉得很内疚。自从季美跟着她，从未有过舒坦的日子，住在这透风的宾馆还让季美生病了，这让她更加自责，可能是压抑太久了。终于有人愿意听她讲过去，奈绪也就打开心扉，畅所欲言。她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，也忘了自己的生日，但她依稀记得被妈妈抛弃的那一幕。5岁那年，妈妈带她去游乐场玩，中午她点了一个儿童套餐，期待着那个附赠的小玩偶，却得到了一个男孩子的玩具，她因此哭得特别伤心，怎么也安慰不了。直到夕阳染红了天空，映照在铁塔上，妈妈摘了一根蒲公英，轻轻一吹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，她终于笑了。而就在她笑的时候，妈妈已经不见了。现在想来，自己为什么会停止哭泣？如果当时没笑，也许妈妈就不会离开。她把多年的委屈都倾诉了出来。没想到坐在旁边的粗心婆婆，表面看似平静，内心却波涛汹涌。奈绪的每句话都深深地刺痛了她。等奈绪说完，粗心婆婆找借口整理屋子，
在粗心婆婆的建议下，奈绪第二天就带着季美回了养母家。看到女儿终于回来，养母非常高兴，但发现女儿隐瞒了生了孩子的事，她不免有些失落。当她听到季美甜甜的叫她外婆，所有的失落感顿时烟消云散。全家人都很喜欢聪明懂事的季美，外婆给季美买了新书包和新衣服，甚至还托人帮她找了一所好学校。但养母的好意却让奈绪左右为难，因为她拿不出季美上学需要的证件，想让季美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。奈绪不惜伤害自己的眼睛，假装成被丈夫家暴的样子。在粗心婆婆的帮助下，学校最终同意了季美的入学请求。就在一切看似向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奈绪意外发现，粗心婆婆很可能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，因为她给季美折的纸飞机和她妈妈折的一模一样。奈绪怎么也接受不了，这位一直帮助自己的老人，竟是当年无情抛弃自己的妈妈。粗心婆婆看着被女儿捏碎的纸飞机，心里清楚奈绪已经认出了自己，但她对于当年抛弃女儿的事未做任何解释。抛弃奈绪的原因还要追溯到30年前，当时奈绪的父亲整天酗酒，每次酗酒后都会对母女俩施暴。在女儿5岁生日那天，丈夫又一次酗酒后开始殴打他们。奈绪趁父亲睡着时纵火烧了房子，母亲竭尽全力救出了女儿，让丈夫惨死火海。之后母女俩开始了近半年的逃亡，但最终警察还是查到了他们。为了不让5岁的女儿背上父亲的罪名，母亲狠心抛下她后独自去自首，谎称是自己杀了丈夫，因此被判了15年的监禁。出狱后，她开了个理发店来维持生计。30年间，她仅凭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思念女儿。后来她经过多方打听，得知奈绪被养母收养，生活得不错。养母找到她，约定她终生不得与奈绪见面，也不能认亲。而身患癌症的她，在未遇见女儿前一直心如止水，本打算就这样静静等待死亡。也许是命运对她的一点怜悯，奈绪带着季美回到东京的那天，她在桥上认出了女儿，但她不敢与奈绪认亲，所以选择在背后默默守护他们。奈绪回到家，告诉养母她遇到了曾抛弃她的人。养母立刻前往粗心婆婆家，女儿的话如刀刃般刺痛了这位母亲，无论多痛，她也只能默默承受。她多想告诉女儿当年的真相，多想在晚年听到女儿叫她一声妈，但她依然忍着，不肯透露真相，即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。而养母也深深爱着奈绪，她回忆起当初刚将奈绪接回家时，那时的奈绪从未喊过她一声妈妈。果然，就像桃子婆婆说的，她整天哭着说要找妈妈。于是养母放下工作，陪她一起去找。有次奈绪似乎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什么，她急忙带着奈绪冲下楼去找，即便是膝盖擦破了皮，她也毫不犹豫，脱下高跟鞋，爬起来继续跑。比奈绪还急的她，只想打开奈绪冰冷封闭的心。从那以后，奈绪终于接受了她这个妈妈。对养母来说，奈绪的接受就是母亲节最棒的礼物，而奈绪也收到了季美送的母亲节礼物，那是季美亲手画的妈妈像。同时，遥远的北海道正在为莲南办葬礼，女人整理莲南遗物时，无意中发现了莲南跳海时掉落的日记，日记里记录了莲南开心的瞬间，最后一页记载着迁徙的候鸟。她突然想起莲南曾提及新来的老师爱研究候鸟，莲南跳海后那位老师也辞职了。女人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她来到学校，拿到了奈绪家的电话，犹豫了一下后，她试着拨了电话。这时外面的莲南听到电话铃声就接了起来，听见电话那头季美喊着妈妈，养母立刻感觉事情不简单。在家人一再追问下，奈绪最终吐露了绑架莲南的真相。养母知道平时冷静的奈绪不可能一时冲动就去绑架季美，但一旦绑架罪成立，她就得面对法律的惩处，更会波及到整个家庭，甚至影响她的工作和2个女儿的未来。为了保护家庭，同时也为了保护女儿，养母坚决要求奈绪把季美送回，但奈绪宁愿断绝和他们的关系，也不愿看季美回去受苦。于是养母拿出了断绝关系书，让她签字就离开。冷淡的语气里藏着太多的不舍和无奈。2个姐妹看到断绝书才明白，原来大姐是妈妈收养的。小妹则直接坐在地上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奈绪默默地捡起地上的断绝书，在上面签了名，盖了印章。旁边的季美已经哭成一团。在感谢养母30年养育之恩后，奈绪带着季美又搬回了宾馆。这时住院的粗心婆婆得知女儿从养母家搬到宾馆，不顾医生的严重警告，执意来到宾馆要带他们离开。走投无路的奈绪，最终她决定暂时搬进家里住。为了合法收养季美，粗心婆婆联系了监狱里的老朋友，打算通过特殊途径付钱办户口。这一切需要很多钱来搞定，为此她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了，担心自己去世后母女俩会过得不好。她甚至请求医生帮她办理人身保险，即便是身患绝症，她仍然有条不紊地规划他们未来的生活。可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母爱，奈绪还是接受不了。那晚，奈绪终于忍不住，主动问起当初为什么被抛弃。粗心婆婆只能把一切真相说给她听。30年来，奈绪心里猜测过无数次原因，却从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。不知何时，母女俩的眼睛已经湿润，奈绪解开了困扰她30多年的心结。这一刻，她终于理解了，眼前这位母亲的爱是那么细致，那么温柔。面对这样一个舍弃一切来保护自己的母亲，她怎能心存怨恨？那晚后，母女俩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隔阂。就在他们正忙于为季美办理户口的时候，虐待莲南的亲生母亲已经像游魂一样来到东京。自从莲南坠海后，她和男友都认为莲南已经自杀了。直到那天电话里听到了她的声音，确认是奈绪老师绑走了莲南。
在他看来，连南已经死掉也就罢了，可连南还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的生活着。他无法接受自己亲生女儿的背叛，所以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即使这孩子是我不想要的，也绝不能把他交给那个女人。于是他像厉鬼一样从北海道追到东京，经过四处打听，他找到了粗心婆婆的家。听到妈妈那恶魔般的呼唤，季美吓得躲在衣柜里不敢出声。原来连南曾经也是个幸福的孩子，爸爸妈妈都非常爱他。后来爸爸因为某种原因去世了，照顾孩子和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妈妈身上，但这并没有摧毁这位单身妈妈的坚强。她拼尽全力给连南最好的生活。白天她做着危险但收入不错的工作，下班就赶回家给连南做饭。为了孩子，她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，连朋友聚会都推掉了。可随着连南慢慢长大，开始无理取闹，让她越来越烦躁。看着同龄人穿着漂亮，享受生活，她开始觉得连南是个负担。一旦情绪生根，心里的空洞就越来越大。她开始尝试抛弃自己的女儿。连南开心地玩耍着，突然跑向自行车准备离开，可一转头却发现他已经跟过来了，呆呆地站在车后面。从那以后，连南变得乖巧懂事了，更多的是学会了伪装自己。后来他在酒吧遇到了一个长发的男人，这个男人搬进了他家。连南的身上经常有新的伤痕，但他从来不会说是受到了虐待，尽管他妈妈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那男人干的，但为了留住男友，她选择了忍耐。当她抱着女儿急匆匆去医院的时候，却在路上偶然看到了她的丈夫。原来她当初是故意假死，抛弃了他们母女，然后又重新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为了不让连南知道他父亲抛弃了他们，他并没有继续带女儿去医院，而是走上了天桥。最终他还是没有勇气跳下去，但在那一刻，他的心已经死了。于是他决定回到男友身边，但对女儿的爱却不断被割裂，直到最终消失不见。之后奈绪走下楼找到了那个女人，毕竟她才是连南的亲生母亲。虽然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，但无论什么原因，都不应该试图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。奈绪决心要尽力去解决这一切，唤醒他的良知和母爱。只要他承诺以后好好照顾连南，奈绪愿意把孩子还给他，自己也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但这位女士并不打算带连南回家，也不愿意把连南交给奈绪。气急败坏的她现在只想揭露这一切。回到北海道后，她把奈绪诱拐连南的事情全盘托出，作为原告，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。与此同时，奈绪和粗心婆婆正忙着为季美办理户籍，但警察已经把这当作诱拐案处理，并迅速追踪到奈绪的养母家。养母并没有说出奈绪带连南回家的事情，当初签的断绝养子书也没提交。即使全家都会受到牵连，他们仍决定一起支持奈绪。警察离开后，养母立刻给奈绪打电话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奈绪带着粗心婆婆和季美来到一家宾馆，只要今天汇款成功，就能在政府大楼领取户籍，到时候季美就能成为她名正言顺的女儿。但当她到银行想汇款时，由于系统维护银行没开门，正当她打算换另一家银行的时候，发现警察已经追踪到这里。她立刻往宾馆跑去，打算带季美一起离开，但一切已经太晚了。警察已经注意到了她，大雨中她拼尽全力奔跑，目睹四周警察的包围。奈绪知道自己无处可逃，此刻她感到无比绝望。当粗心婆婆下楼看到即将被带走的奈绪，她毫不犹豫地冲到女儿身边，紧紧地抓住她的手，一声妈妈让她彻底崩溃。她期盼了30年，万万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听到女儿叫她妈妈，悲喜交织的情感让她哽咽无言，只是握得更紧了手。警察拉开粗心婆婆时，季美也冲了出来。季美跑到奈绪面前，泣不成声地恳求，请带她一起走，她不想再被妈妈留下，希望一直紧握着她的手。奈绪紧抓着季美的手，哽咽的说不出话，只有无法割舍的泪水在脸上流淌。尽管万分不舍，他们终究还是要分离。奈绪涉嫌诱拐连南的案件宣告破案，新闻记者纷纷涌向养母的家，家里的电话几乎被打爆，养母因此失去了社长的职位，妹妹也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，但他们从未后悔过这样的选择。同时，粗心婆婆决定像30年前那样，再次为女儿承担罪责。逮捕令一下，奈绪正式被捕，做好了迎接法庭审判的准备。连南的母亲和男友也因虐待罪被捕，在被捕的那刻，她跪在地上抓着给连南买的围巾痛哭。同时，季美被送到儿童保护机构，变成了虽有妈妈却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她又变成了那个懂事的小女孩，每天看起来总是笑容满面。但每当夜深人静，她都会整理好行李，偷偷给奈绪打电话，期盼着奈绪有一天能带她回家。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与此同时，狱中的奈绪忧心忡忡，担心连南的处境。她是否吃得好，是否有了新朋友，她是否快乐，这份对女儿的深情负载了她所有的情感。一旦成为母亲，这份身份永远不会消失。面对审问，奈绪依然坚定地想做连南的妈妈。有些爱从相遇那刻起就无法阻挡。最终，因奈绪未曾伤害孩子，判他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3年。但由于他的诱拐犯身份，他无法继续收养连南。大家都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高兴，但被释放的奈绪并没有感受到重生的喜悦。养母拨给他看季美在儿童保护机构的视频，看着季美幸福开心的样子，但想到以后不能再见面，他心里又有些失落。不过想到这也是季美的选择，他也就释然了。其实季美的开心是真的，伤心也是真的。当奈绪翻看手机时，发现有几十个陌生来电，他感到疑惑，但当他回拨时，却没有人接听。直到那晚，那个电话再次打来，电话那头的一声妈妈让奈绪惊喜万分。
原来那些未接电话都是季美打来的。电话里，季美活泼地讲述她在孤儿院的生活。她说她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还学了很多新单词，并且交了许多新朋友。但在电话最后即将挂断前，她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尽管奈绪非常希望和女儿再次生活在一起，但她已经失去了收养季美的资格。直到电话挂断，她都没有给季美任何承诺。还没来得及感到悲伤，养母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她的亲生母亲粗心婆婆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她既是女儿，也是母亲，终于体会到只有母亲才能理解母亲，这是他们等待了整整30年的拥抱。粗心婆婆不愿在医院度过最后时光，奈绪把她接回了家。她劝她多休息，但她坚持要为季美亲手缝制一个小包包，这是她为季美准备的离别礼物。正当奈绪下楼去洗床单，她突然看到季美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。奈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个8岁的孩子居然从千里之外的北海道来到这里。看到季美腿上的擦伤，奈绪心里难过极了。当看到季美回来，粗心婆婆的精神明显好转了不少，祖孙3人终于又能团聚一堂。不久，养母一家也来探望他们，房间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。饭后，他们还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。养母一家离开之后，粗心婆婆给季美和奈绪理了头发。晚上，粗心婆婆看着熟睡的季美，她没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再次见到这份天赐的礼物，她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。最终，粗心婆婆还是离开了人世，而季美也必须回到儿童保护机构。在离别之前，奈绪交给她一封信，嘱咐她在20岁以后再打开。